乌俄最新战报：库拉霍沃多地爆发大战。乌上校警告，扎波罗热战争烈度提升。俄军无人机误炸揭秘，乌军策反俄军飞行员。乌军2025预算纰漏，700名乌克兰公民加入波兰乌军团。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打击俄能源设施，阻止俄罗斯加大战争投入的行动还在持续。据基辅独立报12日报道，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旧奥斯科尔市的一个油库，并点燃了一个发射井。别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报告称，10名消防人员已赶赴现场扑灭了大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前线方向，库拉霍沃爆发大战，乌上校警告，俄军即将加强对扎波罗热州的进攻。库尔斯克前线5万俄朝联军正疯狂发起进攻，一个接一个突击小队不断朝乌军阵地发起冲击。有分析称，每次进攻的间隔仅有15分钟。其中，俄军的主攻方向在新伊瓦诺夫卡东南部。据战争研究所报道，在该方向，俄军出动29辆装甲车，按77744规模，接连5次对乌军225独立突击营驻守的阵地发动了袭击。双方展开激烈交火后，乌军在摧毁其中18辆装甲车和消灭300名俄军士兵后将其打退。之后，乌军迅速发起反击，再度占领了克鲁格伦科一带。当日，其他地区的战斗也在继续。12日，据发布的其他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俄双方还在普列霍沃、诺维伊等地战斗。国家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之所以能挡住5万俄朝联军的进攻，主要是因为在库尔斯克行动的乌军人数现已超过了部署在顿涅茨克的数量，大约有2万人，且都是乌军精锐，配备的都是最好的武器，如主战坦克有 M1 和豹2，步兵战车有 M2、布雷德利、黄鼠狼和 CV90， 其他还有如 M712、铜斑蛇这样的155毫米激光制导炮弹。另外，在部队轮换和后勤补给等方面，乌军也优先考虑库尔斯克方向。据悉，乌军在库尔斯克每10天就能轮换一次，而在顿涅茨克库拉霍夫方向则需要25天。因此，若是按照乌俄两军战力为3:1的估计推算，俄军现有的5万兵力不足以夺回库尔斯克乌军控制区，除非俄军能获得更多兵力和资源补充。在乌东方向，库拉霍沃多地爆发大战。11月12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出动12辆装甲车从东北方攻向库拉霍沃市区。据驻守的乌军旅报告显示，在交战过程中，乌军动用大炮和无人机组合，摧毁了俄军3辆坦克和6辆步兵战车，成功将其打退。而俄军在发动机械化突击的同时，还分出3个步兵突击队，试图跨越北部的沃夫恰河，从侧面攻向库拉霍沃市区。幸好被乌军及时发现，将其消灭，避免了被包围的危险。在库拉霍沃南部，俄军越过田野，不断接近达尔尼郊区。截至目前，双方已经爆发了第一次小规模冲突。据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第20摩托化步枪师出动至少9辆装甲车组成纵队，向达尔尼北部推进。驻守的乌军第33机械化旅在发现敌情后，出动豹 2A4 坦克车组，并与炮兵和无人机单位配合，在摧毁俄军2辆坦克和6辆装甲车后，成功阻挡了俄军这支先锋部队。另外，11月12日，据乌军方消息称，俄军还在卡捷里尼夫卡和安东尼夫卡发动机械化攻击，想要进一步拉平顿涅茨克州西部的前线。目前乌军正在奋力抵抗，周围已处于灰色地带。针对上述多处战斗，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俄军可能会继续加大对口袋中乌军的进攻力度，从而逼迫其主动撤退，这样就可以从南部加大乌军在库拉霍沃的阵地压力。扎波罗热方向，基辅独立报援引乌军南方司令部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沃格申上校的话称，俄军正将作战突击旅向扎波罗热前线阵地转移，预计不久之后将发起大规模攻势。沃格申上校认为，俄军的进攻目标是扎波罗热州的奥里西夫和古利埃伯列地区，目前尚不清楚俄军会如何行动，但他表示，俄军已完成了对上述地区的侦察行动，并在过去2到3周内增加了针对乌克兰南部地区约30%到40%的空袭次数。因此，接下来俄军的突袭行动很可能会以快速机动的装甲攻势为主。沃格申上校分析认为，俄军此举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控制扎波罗热到乌克兰东部的后勤路线，从而为俄军在乌东战场的行动创造条件。11月12日，据乌军报告显示，俄军现在每天都会以10到20人的小队对乌军阵地发动步兵突袭，而大战的爆发也带来了极大伤亡。
据乌克兰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12日，俄军损失了1950人，再次创下了乌俄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高单日损失记录。俄军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总是偏离轨道，要么闯入白俄罗斯等国领土，要么就是轰炸俄罗斯境内目标。如11月5日，俄军轰炸了比尔格罗德的一栋民宅，现场随即被夷为平地。当时俄媒曾称是乌军发动的袭击，但如今监控视频曝光，镜头显示清楚是一架俄军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将该地摧毁。又或是上个月顿涅茨克地区，俄军遭自家人误击，致使一架俄制 S-70猎人无人战斗机被击落等。之前我们一直不清楚俄军无人机为什么总是乱飞，不知是遭到乌军电子干扰，还是俄罗斯生产的零件不合格导致。但现在终于有证据表明，俄军总是发生误击事件，绝大部分是其生产的零件不合格导致。如上述提到的 S-70无人机，国防博客援引专门追踪俄军装备外国零件的战争与制裁网站的报告称， S-70无人机的内部使用了多家知名欧美制造商的电子元件，这些零件包括美国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赛灵思超微以及德国英飞凌科技、瑞士意法半导体等公司的高阶微电子元件。报告详细地列出了这些零件的清单，可见俄军无人机十分依赖欧美技术，俄军自己的无人机技术可能仍存在着技术壁垒，这才导致频发乌龙事件。当然，这份报告也会从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施加的严厉制裁，在限制俄罗斯取得关键军事科技方面仍存在重大漏洞，这些技术总是能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流入俄军手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1月11日，俄联邦安全局宣称，其挫败了乌克兰军情总局劫持俄军米 8MT PR-1 电子战直升机的图谋。据俄联邦安全局发布的视频显示，该直升机飞行员称他被一名叫希尔盖的乌军情总局官员通过电报招募，并以60到75万美元的报酬和家人一起永居捷克的条件，要求他按指定要求和时间驾驶直升机越过前线。不过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反间谍部门人员发现后进行了阻止。对于这样的说法，乌克兰军情总局发言人安德烈·尤索夫在11月12日给予了否认。虽然事情的真假乌俄双方各执一词，但火力军想说有关系吗？双方目前处于战争状态，有这些策反行动，火力军个人感觉很正常。而且根据此前的报道看，乌克兰情报部门针对俄军飞行员的策反行动并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不就是有俄罗斯人借了乌克兰军情总局的悬赏，偷偷溜进俄军基地，纵火烧毁俄军装备，而乌克兰军情总局也总能通过多种方式向破坏者提供奖金。因此之后这样的策反行动，火力军相信还会有很多。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赫尔曼·斯梅塔宁12日表示，乌克兰2025年预计投入13亿美元用于武器生产，比如2024年高出8440万美元。据斯梅塔宁介绍，自乌俄全面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就开始积极发展国产装备，这13亿美元的预算将直接用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实施，以及国防生产能力的扩大。此外，另有5亿美元将分配给国防公司的贷款计划，据悉该计划于2024年创建，内容是允许制造商以每年5%的利率获得贷款，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至于多出的利息将由乌克兰国家预算支付。其实，关于乌克兰2025年国家预算，其草案乌克兰内阁已于9月13日批准，总预计将获得482亿美元的收入，而支出计划为868亿美元，其中在国防上，乌克兰预计花费530亿美元，占预计国内生产总值的 26.3%。而现在乌克兰拟议的2025年预算已于10月31日在议会通过一读，目前正在进行额外的多轮审议，最终预计将于12月1日进行最终投票。之前提到的波兰乌军团现在有了新进展。据乌克兰国防部11月12日报告称，截止12日，第一批约700名乌克兰公民已作为波兰乌军团的一部分，与乌克兰武装部队签署了合同。报道称，波兰乌军团于7月揭幕，第一个志愿者招募中心于10月在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的乌克兰领事馆开业。而这700名来自各地的乌克兰公民在签订合同后，将前往波兰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场接受为期35天的基础训练。完成培训后，他们还将前往在欧洲的北约基地继续接受所选择的专业培训。据悉，培训将在波兰教官的指导下使用现代武器进行，同时具有战斗经验的乌军指挥官也将参加演习，从旁协助。在之后，波兰乌军团就会加入乌克兰战争，而且在其完成服役后也可返回波兰。
据基辅独立报称，波兰乌军团的潜力很大，因为据联合国估计，由于俄罗斯的入侵，有670万乌克兰人被驱逐到国外，哪怕仅有1%的人回来，也是一波不小的力量。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此前正在提任新的国防部长。该国在国防方面享有盛誉的人物，例如参议院议员乔尼·恩斯特，亦或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成为该职位的有力争夺者。但特朗普接下来的选择再一次出人意料，他提名了一位叫皮特·赫格塞斯的主持人。与上述人物相比，赫格塞斯的背景显得平平无奇。媒体表示，他曾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退伍军人，此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古巴的关塔纳摩湾服役，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福克斯工作。另外，据匿名官员透露，即便特朗普亲自提名，但由于赫格塞斯没有足够的经验，恐难以担任国防部长的重任，因此可能并不会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也不排除特朗普力排众议，坚决让其上任。根据媒体报道，瑞典与巴西展开新合作，双方决定互购军机。其中，瑞典方面，该国准备引进巴西的 C390 运输机，但没有提及到具体的数量。不过，考虑到瑞典目前拥有6架美国的 C130H 运输机，再加上其加入北约后的新军事需求，大概率会采取1对1的方式购买，也就是采购6架 C390 运输机。值得一提的是 ，C390 运输机与 C130 运输机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有趣的竞争关系。C390 运输机绰号为喷射版 C130， 在编号上有着 C130 性能的3倍之一。它主打中型运输机市场，目前已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包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荷兰等国都已购买了 C390 运输机。至于巴西方面，其已与瑞典签署了另一份意向书，决定增购 25% 的鹰狮战机。巴西先前已订购36架鹰狮战机，增购 25%， 也就是9架。此外，双方为了能够进一步深度合作，还签订了一份联合生产协议，允许巴西可在其本土进行部分战机的生产工作。根据韩联社10月13日报道，美日韩3国将于13日起在济州岛以南海域举行为期3天的联合军演，其代号为“自由之刃”。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美日韩3国近年来首次举行该军演，早在今年6月27日至29日已举行过一次，此次为今年以来的第2次。在演习期间，3国将分别派出先进的舰艇和战斗机来参加海上反导、防空作战、反潜作战、海上拦截、网络防御等演练。其中，美国方面将派出华盛顿号航母、宙斯顿驱逐舰希金斯号、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号、P8海上巡逻机、F-35A 战斗机等。日本方面则派出宙斯顿驱逐舰羽黑号、P3海上巡逻机以及 F-15G、F2战斗机等。至于韩国方面，则派出了宙斯顿驱逐舰西雅柳成龙号、中武宫李舜臣级驱逐舰 P3海上巡逻机以及 F-35A、F-15K 战斗机等。根据路透社11月12日报道，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格洛夫科韩军上将号护卫舰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了相关军演，击退了模拟敌人的空中和海上无人机袭击。据悉，该护卫舰于2023年12月入役，这是他服役以来的首次远航。其配备有海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该导弹是俄高超音速武器库的核心，射程为900公里，速度为9马赫。目前，该军舰将继续在大西洋指定区域内执行任务。另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有4艘俄海军舰艇通过位于日本北海道和俄萨哈林岛之间的宗谷海峡，该海峡被称为日本的海上北大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3C 反潜巡逻机对这些俄海军舰艇进行了全程监视。根据媒体报道，西班牙国防部现已敲定采购25架 T4 加型号台风战机的计划，并与负责台风战机项目的龙卷风管理局签署了一份正式合同，预计2026年将会交付第一批台风战机。届时，这些新战机将陆续取代西班牙日渐老化的大黄蜂战机。此外，目前西班牙拥有88架台风战机，其中第一批次的有17架，第二批次的有32架，第三批次的有19架，第四批次的有20架。预计上述订单完成之后，第四批次以及4加型的台风战机数量将达到45架。与此同时，西班牙还有进一步的采购打算，计划在未来购买 F-35闪电2，使其能够保持欧洲和美国先进战机的混合机队。另一方面，除西班牙外，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波兰等国也在考虑采购台风战机。
其中卡塔尔计划采购12架，沙特阿拉伯计划采购54架，土耳其计划采购40架，波兰计划采购32架。目前，这些国家正在对采购台风战机项目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媒体报道，土耳其海军近日展示了未来航母的模型，并公布了相关技术指标、设计细节和最新进展。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说法，该国的未来航母名为国家航母，全长285米，宽72米，吃水10.1米，排水量6万余吨，满编舰员超过800人，其采用全燃联合动力推进系统，最大航速每小时46公里。在保持每小时26公里的航速下，续航里程可达18500公里，可搭载50架舰载机，包括有人驾驶飞机和无人机，其中飞行甲板上可容纳20架，机库内可容纳30架。这些舰载机将采用滑跃起飞、拦阻降落方式。为此，该航母甲板上将设置3条跑道，其中2条用于起飞，1条则用于降落。另据土耳其官方透露，目前已着手开发舰载机弹射装置，未来可能取代滑跃起飞装置，进一步提升舰载机的起降效率。此外，土耳其方面特意强调，国家航母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完全采用本土化设计和建造技术。据该航母的设计建造部门透露，其将大量采用国产化舰载系统，预计其国产化率将超过阿纳多卢号，达到80%以上。而且为进一步提升国产化率，该航母上的舰载机将全部采用国产飞机，其中舰载有人战斗机为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开发的海军版自由鸟轻型攻击机，无人机则采用拜卡公司的红苹果隐形无人机 TB3 无人机，以及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安卡3型无人机。另外，与目前大多数现役航母不同，土耳其国家航母还将安装部分武器系统，其飞行甲板上将安装4组8连装国产垂直发射系统，另还有4座国产近防武器系统和7座国产遥控武器站，分别配备最大射程4000米的35毫米双管高炮和最大射程3000米的25毫米单管高炮。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10月12日，印度在奥里萨邦海岸附近的实验场对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测试。LRLACM 由班加罗尔航空发展研究所研发，是无畏巡航导弹的继任者，专为陆基平台和海军舰艇部署而设计。它长6米，直径0.52米，重约1吨，射程超过1500公里。早在去年8月，印度采购委员会就对 LRLACM 项目进行了验收。目前其已能够与布拉莫斯导弹的通用垂直发射模块兼容。在此次试飞过程中 ，LRLACM 展示了其使用航路点导航并遵循预编程飞行路径的能力，可在各种高度和速度下执行复杂的运动。同时，其还配备有复杂的射频导引头系统，可通过不同位置的传感器网络对目标进行跟踪打击，验证了其远程打击能力。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空军正计划对 KC-135加油机进行改装，即通过为其加装配备人工智能科技的副驾驶辅助飞行控制系统，来使其提高任务效率。按照 KC-135 原本的飞行模式，需要由正副2名驾驶员进行操作，在加装完 AI 副驾驶后，即将调整为1人执勤、1人休息的轮岗工作方式。这项改装计划代号为 Merlin Polite，由美国新创公司 Merlin 与美空军空运司令部、美空军装备司令部共同负责，其中 Merlin 公司负责改装 KC-135 座舱，并加装自主飞行控制系统设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美空军计划在未来数十年内将其 KC-135 机队退役，导致这项改装计划十分紧迫，因此 Merlin 公司已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成设备整合与地面测试，并于明年展开飞行测试。按照计划 ，KC-135 的初期改装版本可在飞行过程中持续监控自身的飞行动态，并可根据任务需求、天气变化等即时状况调整飞行高度和飞行路线。未来完整版则将增加自主起降能力，必要时还可全程自主执行任务。根据媒体报道，瑞典萨博公司近期推出一款新型电站系统，其名为天狼星 L20C， 它是天狼星系列电站系统的最新型号，整体重量不到25公斤，可由单兵以人力背负，也能安装在三脚架或是轻型战术车辆的伸缩式桅杆上，且只需2名操作人员即可完成快速装卸、部署与维修任务。同时，其还采用开放式架构，可与北约系统兼容，并能根据任务需求自行选择由单一设备或是多套设备搭配整合作业。
而且其还具备远程遥控功能，可将数据迅速传输至指参体系，拥有先进的全方位信号检测与分析能力，可有效执行侦测、定位、追踪和识别目标等任务。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库拉霍沃的战斗会如何打下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